2026年农历新年前夕，娱乐圈的目光被一位艺人牢牢锁定。2月7日凌晨，肖战抵达深圳，为当晚的2026中国网络视听盛典做最后的准备。这场由国家广电总局、中宣部文艺局指导的国家级盛会，并非普通商业晚会，而是汇聚行业力量、传递时代精神的重要平台。连续3年受邀参与，肖战的身份实现了阶梯式进阶。2024年担任《童梦》不负韶华篇章讲述人，演唱主题曲《同路人》，以青春之声传递时代信仰。2025年升格为和合之家单元主题讲述人，用沉稳的播音腔诠释科技与人文的融合。演讲内容带动农产品销量增长170%，获评文化传播使者。2026年，他首次担纲全篇主讲人，贯穿盛典全程，负责开篇破题、环节串联与核心价值传递，呼应活力视听、万象同频的年度主题。这一身份的跃升，是主流平台对其专业能力、公众形象与社会影响力的最高认可，也是顶流与主流双向奔赴的最佳证明。在盛典核心环节美好视听、美好生活中，肖战作为讲述代表，与外卖员、驻村第一书记、老年模特团等素人同台，将行业故事与平凡人生相连，延续科技加人文的创作框架，结合《藏海传》全球传播的背景，深化汉和共生的理念。《藏海传》创下央八近5年古装剧收视纪录，覆盖全球190余国，让中国故事走向世界，也让肖战的演员身份摆脱流量标签，扎根于作品与口碑。当晚，盛典通过北京卫视、东方卫视、浙江卫视、3大一线卫视及爱奇艺、腾讯视频等50余家平台同步直播，影响力覆盖全网。与追求话题度的商业活动不同，这场盛典以文化为根，以价值为魂。肖战站在舞台中央，不是靠流量加持，而是凭专业与担当站稳脚跟，用清晰的台词、得体的表达、真挚的情感，完成了从表演者到讲述者的身份跨越。几乎同一时间，张艺谋导演为2026米兰冬奥会执导的蒙牛品牌短片开幕幕后花絮刷屏网路。短片中，肖战身着红衣，手持鱼灯踏冰而行，将中国传统年节符号与冬奥精神完美融合。红白撞色勾勒出喜庆与冰雪的碰撞，鱼灯承载年年有余的美好祝愿，冰面滑行的轨迹化作动态国风画卷，被网友赞为冰雪上的笔墨舞蹈。拍摄花絮里，他反复练习滑行，搓手缓解紧张，最终呈现出从容流畅的效果。这份认真与敬业，让东方美学的表达更具感染力。这一画面不仅成为冬奥文化传播的标志性场景，更向世界展现了中国青年的优雅与力量，让传统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焕发生机。然而，光鲜背后，暗流从未停歇。不久前的微博之夜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座位风波，将无辜的肖战推至舆论漩涡中心。按照既定安排，第2排核心3人沙发为辛芷蕾居中戏位，肖战与杨幂分坐2侧。这一布局符合历届微博之夜的排位原规则，席位向来由实力演员、行业前辈担任，流量艺人从未占据核心。但活动当晚，肖战的名牌被无故挪动，座位格局被擅自更改，引发现场艺人与观众的强烈不满。从时间线来看，下午2点座位已按方案布置完毕，后续变动并非初始安排，而是人为干预所致。肖战团队发现问题后，第一时间与主办方线下沟通，19点30分左右座位便恢复原状，全程理性克制，顾全大局。令人意外的是，杨幂工作室未选择线下沟通，反而在20点整公开艾特微博之夜，以很突然、很震惊、很无奈发文质问，直接将事件升级为全网舆论战。此时肖战若贸然落座，不仅会陷入两难境地，更可能引发其他艺人位置连锁变动，导致场面失控。他始终坚守原位，拒绝落座，既维护了自身权益，也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扩大，用沉默的坚守守住了体面与底线。有网友梳理，若肖战妥协落座，左侧所有艺人都需顺延移位，无人愿意接受降咖待遇，而3人沙发的空间限制
更可能出现有人无作可做的尴尬局面。校战的坚持，看似是对自身位置的守护，实则是为所有艺人的权益考量，是不卑不亢的格局体现。后续主办方发布声明，承认是工作人员复核失误，贴错名牌，同时明确杨幂团队未参与座位调整，相关谣言不实。但这场风波早已超出座位本身，成为内娱乱象的缩影。部分艺人团队为争夺热度，制造话题，无视规则，线上升堂，将私人诉求凌驾于行业秩序之上，而主办方管理疏漏，责任推诿，让一场年度盛会沦为闹剧。反观校战，自2019年以来，每年都准时出席微博之夜，全程守规矩、懂礼貌，坚持到晚会结束才离场，是圈内公认的体面人。此次风波中，他全程被动卷入，无端被泼脏水，却始终保持冷静克制，不回应，不争执，不甩锅，用行动证明，真正的咖位从来不是靠争抢座位的来，而是靠作品、口碑与格局沉淀。风波之后，校战工作室发布的 Vlog 引发热议，其中选用的英文 BGM 99G， 歌词直白犀利，态度鲜明，独行人生必须做出更好选择，根基稳固，高高在上等词句，被网友解读为内心宣言。有人过度关联，恶意揣测，但事实上，工作室选曲属于创作自由，无需对号入座。从过往 Vlog 中的迪士尼经典曲目、怀旧金曲，到此次的新锐说唱，选曲风格的变化，只是不同阶段情绪与状态的自然表达，无关对外挑衅。这份刚，不是咄咄逼人的攻击，而是坚守底线、不卑不亢的自我态度，触及原则，一步不让，面对喧嚣，清醒自持。这与他在微博之夜的表现一脉相承，温柔但有棱角，善良但有底线，从容但有立场。就在微博舆论逐渐平息之际，2026北京台春晚正式官宣，校战重磅加盟，将于2月17日大年初一时9点30分献唱全新单曲《岁岁年年》。这是他自 2020年以来6年内第5次登上北京台春晚舞台，成为晚会最受期待的常驻嘉宾。歌曲以“岁岁安康年年欢唱”为核心，温暖治愈，贴合团圆主题。彩排时便引发全场大合唱。舞台上，他身着亚历山大麦昆2026早春系列白色刺绣西装，与美人与薰衣草的花卉图案象征热爱与自由。蓝白色灯光营造出清冷治愈的氛围，转身微笑，与观众互动的画面，被称为净化戏名场面。北京台春晚的持续邀约，是主流媒体对其口碑与实力的长期认可，也是艺人与平台双向奔赴的温暖见证。回望2026开年的种种经历，校战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沉稳。国家级盛典的主讲人身份，是行业与官方对其专业价值的盖章认证。冬奥短片的东方演绎，是文化自信与国际传播的生动实践。微博之夜的风波坚守，是格局与底线的最好证明。北京台春晚的如约而至，是陪伴与温暖的年度约定。他早已摆脱顶流偶像的单一标签，成长为兼具演技、唱功、台词功底与社会责任感的中生代实力派演员。影视票房与收视双丰收，全球影响力持续扩大，却始终保持谦逊与努力，不骄不躁，不忘初心。有人说，内娱水太深，浮华之下多是虚伪与算计。若不是因为校战，早已不愿关注。这句话道出了许多观众的心声。在流量至上、话题为王的行业环境中，太多人追求表面风光，热衷炒作纷争，而像校战这样以作品为根、以专业为本、以善良为底色的艺人，显得尤为珍贵。他用连续3年的主流舞台进阶证明，真正的长久，从来不是靠流量堆砌，而是靠实力说话。他用微博之夜的坚守证明，真正的体面，从来不是靠争抢的来，而是靠格局赢得。他用6年5登北京春晚的陪伴证明，真正的热爱，从来不是一时喧嚣，而是长久坚守。光而不要，静水流深。2026年的开篇，校战用行动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答案，不被流言裹挟，不被乱象同化，坚守专业底线，
保持内心澄澈，在时代的舞台上做一个有态度、有温度、有实力的行者。从深圳盛典的主讲人，到冬奥冰面的国风少年，再到春晚舞台的温暖歌者，他的每一个身份，每一次亮相，都在传递积极向上的力量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愿他始终坚守初心，行稳致远，在光影与舞台之间，继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。也愿行业能多一份纯粹与专业，少一份浮躁与纷争，让真正有实力、有担当的艺人被看见、被尊重、被铭记。快乐就是，就像和那个什么差。